我这边也查到了一些事情，我已经隐约能够看到玄机王宫背后的真相。或许你的身世跟这王宫的秘密息息相关，我们必须从这里下手。但是想要查清楚真相，还得求助一个人。你说谁？玉衡。他已经是这宫里的老人了。作为凤璇的影子，这宫里面发生的事情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为什么会帮我们？我与他有一个约定，只要我能帮他找到他妻女的下落，他便会在玄机王宫策应我们，尽量牵制住凤璇。其实你想查的事情和我想知道的真相没有什么区别，殊途同归。也许你我两人原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你效忠于凤璇曲下，祸国害民，虐杀忠良，晚辈怎么配合你相提并论？是啊，是我受制于人，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被凤璇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并非是因为我贪图什么荣华富贵、锦衣玉食，只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结，一直系在那儿，而能帮我解开这个结的，只有凤璇，因为只有他知道我妻女的下落，只有他。前辈，你在找凤琪和凤无名？我知道，也许我根本找不到他们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隐在凤璇的身后做他的刽子手，就是因为他跟我说，他们还活着。我不敢不听他的话，万一他们真的还活着呢？前辈，你的女儿应该还活着。所以，他怎么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？玉衡是玄机国紫披峰的首领，兼有护国之责。凤琪怀胎8月的时候，传说扶风雾海那边海兽肆虐，生灵涂炭，玉衡断然不敢坐视不管，便领兵南下前往雾海。结果，他错过了自己孩子的降生。是啊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5、6个月之后了，而凤琪和他的孩子都已经不见了。此时，凤璇已经成为玄机的兴亡。这一切，一定是凤璇为了得到王位所为。凤琪的死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他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凤璇除了对玄机的王座执念颇深外，对他也是念念不忘。自此以后，凤璇便以他妻女的下落、生死性命来要挟，逼玉衡留在他的身边。这玉衡虽然位列10胜，却与玄机早已立下契约，只要凤璇还待在王位上1天，他就必须听命于他。玉衡，难道就这么相信他吗？不是我要相信他，而是我不能丢了这个念想。快20年了，其实我早就不再幻想他们还活在这个世上，但是我不能断了这个念想，我连这点寄托都没有。我活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答应你，替你找回他们。只是到关键时刻，还请前辈务必配合我的行动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和我交换什么？若她真是你女儿，我所希望的，只是你们父女团聚，如此而已。说起来，这玉衡也是可怜之人。快这边！我跟玉衡约在瑞辰宫1个时辰后见。快点！我们现在赶紧走。在哪？还想逃？
这些香存了些年头，本想等你成亲的时候一并燃了。如今看来，我也不用费心思的再存着了。侄儿啊，你怪不得我狠心，也怪不得凡儿害你。要怪，只能怪你生在玄机王室。从你一出生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条路上只有你死我活，万中存一。我当然知道，害你的人不是那个贾医生，我也知道。你死得不明不白，可是那又如何呢？玄机的凤冠上一直都是带着血的。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亲生骨血，我怎么会真的想看着你死呢？可是你的命不好啊，你听到了那些不该听的话。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玄机王室这些烂了的人心。王位只能是一个人的。你虽然年长几岁，可是论智谋、心机、狠辣，你却远远不及凡儿。这个王位是个牢笼，更是个诱饵，自相残杀，不计生死。谁是最后的赢家？谁才是玄机最尊贵的人？你应该庆幸，跟你竞争的只有一个凤静凡，否则你恐怕早就出局了。你若是能够明白我的这片苦心，就在天上好生庇佑你的母王，让我在这个王位上做得更久一些，做得更安稳些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。上有倾血，下有浊血，表里皆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？是邪毒之兆。胡说！玄机女王永远不会中毒的。陛下错了，都是肉体凡胎，就免不了邪毒伤身，生死祸福。
下。我有玄机荣凤内丹护身，5周之内，没有什么毒可以伤得了我。都言荣凤内丹奇效可居，可传闻有几分是真，有几分是假，想必陛下比我还清楚。再说了，穹苍的毒，也绝非寻常药物可解。你竟然下毒害我！哼，如此卑鄙，是何居心？我倒是想问问陛下，自己给自己下毒，这一场独角戏演得玄机宫中人人自危。陛下，您是何居心？不过陛下也不必过于惊慌，此毒下的浅，不至于要您的命，最多就是样子难看了点。你是皇城的太子，5周未来的君王，你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啊！串通奸人谋害玄机女王，这要是传到皇城里，你的父皇会治你的罪的。5州各国谁家的王位都可以争可以抢，可也就只有你玄机的王位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要是皇城知道如今玄机的异动，知道熔岩晶河即将断流，知道王座上的人本不该是你，那我想请问，该被治罪的人是谁？您该不会认为我会放任着你们陷害我的人而无动于衷？傅瑶是我看得比命还重的人，他的一句话抵得过你们玄机的10万金戈铁马。倘若今日我连我自己所爱都护不住，明日我又怎能护得住5州？陛下，您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猜到我的心思了。我隐忍至今只为一事，我要知道19年前玄机宫中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你休想！硕郎，他要害我，你杀了他，马上杀了他！我只要知道真相。你赶紧杀了他，马上！没想到，连你也背叛我。你杀了我吧，与其被他们暗害毒死，倒不如今日就让我死在硕郎的剑下。他们到底在哪里？动手吧！让开！公主，您不能进啊！此贼女武功高强，若您受了伤，该如何是好？此女罪大恶极，奉女王之令，现在尽快处决！你竟敢拦我！还不快把那个贼女给我押出来！贼女，她逃跑了。什么？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吗？还不快去搜！今日把这里给我搜个底朝天，也要给我找出来！是。不二，住手！师尊，谁也别想伤害扶摇。师尊为何不可？他就是一个贱人！你可知违抗
适河下浙。这把剑的名字，你还记得吗？魁少七星剑。这里面有天玄，也有玉衡，有你，也有我。当年我倾玄机举国之力为你铸成此剑，没想到今日你竟然2次要用它伤我。说了，你可以不接受我，不在意我，甚至也可以背叛我，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对你的好，把我这么多年来对你费尽的心思都当成是假的。我不想杀人，就这最后一次了，就这一次了。只要你杀了他，我答应你，你想知道的一切，我全都告诉你。他们都是在利用你，只有我是最在意你的人。杀了他，我会告诉你真相的。怕是已经晚了。前辈，您仔细看看，扶摇应该就是您女儿。因为她就是凤虎鸣。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告诉我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到底在哪儿？我跟你这么多年的情谊，竟然比不上外人的3言2语吗？胡说，谁不会呀？他们为了夺走我的玄机王位，煞费苦心，先杀了我的王长女凤静直，现在又来下毒害我，更是站在这里妄言挑拨，给你编造出一个假女儿来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们这是在利用你啊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你的女儿早就死了。我知道你心疼你的女儿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我怕你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会因为失去了惦记，活不下去。说郎，这个世上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意你，即便是你怨我、恨我，我也不愿意让你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可是
是我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利用这一点来害我，来伤害你。这样的险恶用心，怎么能留呢？我宁愿因为没有解药被他们毒死，我也希望你杀了他们，杀了这2个骗子。前辈，我答应过你，若她真是您女儿，我只希望看到你们父女团聚。这是我的答案，也是我对您的承诺。事到如今，您可以选择信或不信，但我必须先提醒您，只要我在，就没人伤得了扶摇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证明他是不是凤琪的亲生骨血。说，开香炉，燃凤胆，古法验亲。师尊，师尊是你吗？师尊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师尊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，一个小忙，你帮我杀了扶摇。你帮我杀了他，你不也是想杀他的吗？我何曾想过要杀扶摇？我可以杀尽天下所有的人，但是我不会杀他。难道连师尊你也要保他？他是一个19年前就该死的贱人！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拼了命的保他？为什么？师尊，你帮我杀了他，你帮帮我！你当真不知道吗？玄机古法有训，王族血亲查验之时，当取2人的青丝云鬓，放置到染过凤胆的阴骨里。这上面说，等到凤胆燃尽之时，倘若你们2人真是玄机王氏亲生血脉，阴骨里便会红光一片；倘若不是，亦或2人毫无关联，此时就会黑雾遮盖，阴云不散。这是玄机王族的古法，不会有错的。你们竟然骗害我的硕郎！你看看呀，
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一直在骗你的就是他们呢。你的凤琪死了，你的女儿也死了，你现在有的就只有我了，硕郎。硕郎，只要有他们在，玄机就不再是我们的玄机了。无极，我告诉你，在月卓渊的底下养着一只祥瑞火凤，只有带着凤凰灵性的玄机皇储，才能召唤它出现。我是酣连而出的公主，我是玄机王府唯一的继承人，我有凤凰灵性，我可以帮着师尊。为了唤醒这只火凤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。如果佛莲能帮到师尊，那是佛莲最大的福分。只要师尊如愿攻城之后，务必帮我杀了那个扶摇，他不能活着，他必须死。扶摇，他终究是要死的，但是他怎么死，什么法子死，只能我说了算。师尊说的对，他的生死全由您定，都由您说了算。只要您肯杀了扶摇，你要突然干什么，我都可以。我这就为您召唤祥瑞火凤。快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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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，你和谁抢王位，我不在乎，能不能帮忙，我也不强求。但是，你这是骗我、利用我，你这就是找死！前辈，您当初在穹苍学艺的时候，可曾听闻过月卓渊的凤凰到底在看守着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玄机王座上的人若没有凤凰灵性，压制不了月卓渊的话，届时火凤凌空，大患将至，承受灭顶之灾的可不只有一个玄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得知道，她正是你女儿。骗我！都骗我！你们全都在骗我！不要！
晴儿，世子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别白费功夫了。能不能唤醒祥瑞火凤，你很清楚。我就是，我是寒莲谷主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。你相信我，世子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你根本不是玄机正统，我是正统，你就是个没用的赝品。赝品？我不是赝品，我才是正统。我不是赝品。如果我是赝品，那谁才是真正的玄机正统？谁是啊？谁有真正的凤凰灵性啊？谁有啊？丫头的封印又被开启了。玄机宫中凝结魂技的地方，便是这祭坛。这里能解开她的第3重封印。玄机正统出现了，是谁呀？是扶摇。这回你信了吧？玄机灵峰，浴火而生。原来这血就是火，这凤就是玄机女王，你才是真正的玄机正统。这就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我终于等到了。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我原本是出生在这座玄机王宫里。
他们说我是寒莲而出的公主，因为我出生在冬日里，原本枯萎的莲花都开了。你有罪，你的罪就是生在了帝王家，从你一出生开始，就注定是个悲剧。你今日就是来跟我吵架的吗？我告诉你，王位是我的，玉衡也是我的，你抢不走。我们的女儿还没有取名字，我要留下来，等她回来。你等不了了。救我的人叫徐婉，她是母亲的贴身侍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为了躲避宫中的搜查，带着我在这夹墙的密室中待了整整7日。她告诉我要忘记自己的身份，从今往后我叫无名。后来徐婉被发配到冷宫，就是新来的那个婉妹子。所有的苦活累活都是一人承受。开！尽管活得很艰难，他却用尽了心思把我藏起来，护我周全。要是还想藏着那个小……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忍受那些人不堪的屈辱。从了我吗？那个时候，冷宫后面飞起的莲池，就是我唯一的去处，也是我唯一能放下防备的地方。直到那天，我遇到了他。你是谁？他比我见过所有的人都好看，比我见过所有的莲花都干净。我想，他一定是这世上最耀眼、最美好的神赐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冷吗？啊，走。我不知道那样快乐的日子有多久，也许是一瞬间，也许是一辈子。但是我知道，是他给了我希望，是他让我知道这世界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值得我咬牙活下来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叫做玄灵针叶，我从小就带着。送给你，就当是你我相识的信物吧。还从没有人送给我东西呢。明天我就要离开玄机了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走，可是我舍不得婉仪。那便带着她一起走。太子殿下，我要走了。说好了，
明日天亮的时候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咱们一起走。他说要带我走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黑暗的日子就要结束了，没想到那个违约不来的人，竟然是我。给我！我不，你到底给不给我？哼，我有法子让你交出来。你懂什么？三界有什么好？若无贪嗔，若并无烦恼，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？为爱愁，为恨求，为情把魂魄都丢掉。要我爱的那个爱我，只要那一个爱我。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？若无病弱，若永无苍老，又怎叫花火孤身筑心斗？为人守，为心留，为梦把运气都赶跑。要我美得多，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有道说此生所求，不过翻云覆雨厮守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仗马参透。梦为星球，赐我爱愁，半生着落。此生所求，不过翻云覆雨厮守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仗马参透。梦为星球，